离开上海已经10年了，如今报纸上零星的消息拼凑起来的，是一个人心浮动、局势动荡的上海。而我的父亲，却在这个风口浪尖，成为了华商总会会长。那座熟悉的木工馆里，也早有了新的女主人。轻一点好不好呀？快一点，都几点了呀？哎呀，这谁摆的花呀？怎么都歪掉了呀？弄好快点呀！婉婷小姐让派车去接她的小姐妹，可是家里的车都派到火车站去接督军和镇守使了，只剩下1辆车，一会儿还要到码头去接婉清小姐。哼，这辆车去接好了呀。可是婉清小姐的船很快就到码头，时间上恐怕来不及。小慧呀，侬脑子瓦特了？我讲的话你听不明白吗？多事。婉清，今后你要多为自己打算。如若回到穆家后过得不顺心，就变卖我当年留下的嫁妆，自立门户，好好过日子啊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听您的话，替您和哥哥好好活下去。こんにちは、こちらへ。どうぞ。何か欲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？講師の新聞もくださ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亲爱的，我感觉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你坐这儿自己先吃会儿，我去躺一下，好不好吗？那怎么行呢？没有你，我怎么吃得下？我是真的不舒服吗？你乖啊。乖乖待着，我一个人呢，吃不下。但是我是真的难受。这样，不信你试试。真的很痛吗？去吧。お嬢さん、新聞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子不疼了？为什么开我箱子？你这样贸然行动是会出事的。徐督军在上海的根基很重，你以为买通了上海防守司令就可以把上海翻天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你就是想偷我的布防图，给徐伯钧的人，对吗？走漏了消息，你就会取消行动。少帅，其实啊，我这么做是在帮你，我是为了阻止你犯下大错。既然背叛了我，还说为我好，少帅。你这话说的，我对你的真心难道你感觉不到吗？别出声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日本人 ，Japanese。Okay, be quiet, or I will kill you. Okay. Someone will pick me up under there. If I don't show up, they will call the police. Come with me. No! Relax. And now, you have to stay with me. I will let you go. Get out. Stay here. You have to remember what I say, okay? Let me go, please. Sure. Come with me. Go. Come with me.
Are they waiting for you? Forget everything. Don't let me down, okay? Go. 小心小心，麻烦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こんにちは。嗨，こんにちは。老吴，事情进展的都顺利吧？徐伯钧这2天对我盯得越发紧了，我去哪儿都派人跟着我。我说今天到码头来接我的外甥，才甩掉了盯梢的人。老吴，我怎么觉得你在占我便宜呢？没办法呀，他一直在揪着我的把柄，想让他的心腹取代我。我吴相应的死活，就靠你谭家军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一个人进城，所有的家当都在你身上，我是真把你当自己人。当年你在战场上救了我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知情重义的人。你肯跟我，就算瞧得起我。只要我有一口吃的，饿不死你。哎，少帅，那你那些兵都在城外，不好了。放心，他们靠谱得很。哦，对了，刚才跟你出来那个女的是谁呀？你还记得徐曼吗？她当了叛徒，我在处理她的时候被那个姑娘撞见了。那你是不是应该把她给……小心小心，麻烦让一让。她能听懂中文，糟了，追！家里的司机怎么还没来？没看出来，你还挺聪明。别装了，老实点儿。别动！别碰！这位先生，我只是回过来安葬我母亲的，我保证绝不会乱说话。穆婉清。冷静冷静，各位冷静，各位小姐冷静啊，冷静啊！各位小姐冷静一下，不要激动啊！大家不要激动，各位小姐冷静啊！冷静一下，各位小姐，别激动。裴少帅，少帅，少帅！哎呀，裴少帅、苏少帅，真是的，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出去迎接你们呀。夫人是长辈，怎好劳烦？况且我们刚从百乐门那边过来，也没带随从。夫人，哎，光耀可来了。哦，他早就到了，刚刚还同婉婷一起招呼客人呢。夫人不必费心招待我们，啊我们自便就是。好呀，好呀，慢慢玩啊！啊，好好玩，朱师长。
裴少帅。崇德女中，韩桑榆。这是？我今天来呢，就是跟你打个招呼，顺便通知你个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韩桑榆要追你裴少君。什么？伤风败俗？你是个女孩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要追他？那怎么了？我可是新时代女性，思想自由。关阳，关阳，叫你喝酒你不来，自己提前跑来陪穆小姐说话，好性子啊！口舌轻薄，关耀必是有正事的。我猜也是，他向来这么稳重，怎么会看上那个刁蛮张扬的穆家小姐？看你神色不对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少帅，督军快到了，我们去迎接吧。督军好！哈哈哈哈哈！穆公，督军，别来无恙啊！督军莅临寒舍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穆公过谦了，穆公才是上海第一大亨啊！以后咱们成了亲家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还望穆公多多关照。督军说笑了，我一个生意人，哪敢关照督军府啊？该是督军庇护我们才是啊！哈哈，二位贤侄也来了。你们跟光耀既是同窗又是发小，今天借穆公的宝地，你们兄弟三个好好聚聚。师伯，外面风大，我们进去聊吧。请。徐伯伯。光耀哥哥。报告，进来。司令战报。报告。司令战报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这么高、短发、很可爱的女学生？没有，小姐。哦，谢谢。老裴，这光耀都被拉去应酬了，你别只光顾着自己喝呀。走，咱俩转转去。你想去就去，别带上我。别呀，
难得能碰见这么多漂亮姑娘，不能浪费这大好时光呀。唉。 哪个不长眼？抱歉。哎呦，是我不长眼。这是天女下凡了。 哎，被人撞傻了。收敛一点儿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老裴，快，你快帮我找一下，我丢了个东西。你丢什么东西了？我刚才第一眼见他的时候，我的魂儿丢了。 怎么样？我说过我们不会输。哎，这三营啊，有个叛徒，差点就给督军府发报，好在营长发现及时，要不然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上海滩能者居之，所以啊，老天都在帮我哎，们。我说，你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险啊？是不是就没你怕的事儿？你知道这一天我等了多久吗？ 我可是准备了整整10年。是，哎，我谭家军的弟兄们终于有了安身之地。为了今晚的胜利，干一杯！啊，这徐伯钧啊，现在还在木公馆参加舞会。 为他的五省联军筹款呢，他可万万想不到，这上海啊，马上就要变天了。走吧，我们也尽尽地主之谊。走。居然是上海的布防图，这人到底什么来历？上海属越城督军府管辖，我们在徐督军的庇护下，上海才有了一方平安，我们才能够安安心心的做生意。我建议，我们代表上海工商界，敬徐督军一杯。伯钧兄，哈哈哈哈哈！各位，木工所言不尽然，其实是我徐伯钧离不开上海工商界的支持。今日前来，一是为了答谢各位多年来对我徐某人的厚爱，二是我与木工10几年来相互扶持，彼此情谊深厚。如今两家儿女已经长大成人，我希望这份情谊能在晚辈身上延续下去。我先干为敬。
好，来，干！好。现在我宣布，今晚的舞会开始。下面请各位把舞池让给我们的一对璧人，徐少帅、穆小姐。好，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你该邀请的是婉婷，这样说话方便。但是我不太会。没关系，我带着你。别耍小孩子脾气，客人都在呢。可是明明跳舞的人应该是我呀。行了你，里面是什么？是一张上海的城防图。城防图？确定？我确定。穆公，这位小姐是？啊，我跟我前妻的女儿婉清，刚从日本回来。都长这么大了，若不是当年罗督军，两位督军莅临寒舍，战火硝烟的事儿我们就不谈了啊。穆公，伯君兄，这个成立五省联军共同抗敌之事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两位督军谈的是军务。穆某不懂，我先去招呼一下其他客人。这个穆公啊，没等咱们张口就走了。他心知肚明，军饷的事情我们有求于他。他这种态度是表明了不想掏钱呐。依我看，不如今天晚上将他一军。今天晚上我们就推选出联军总司令。原来这就是徐少帅说的帮我找的前途啊！听起来有几分道理。你若同意约法三章，交出兵权财权，并解散谭家军，这样，我副帅不仅发通电承认，而且会以徐家门生的名义，向陆军总部举荐。等委任状一到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上海司令了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此时入我督军府门下，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？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，我很认同。那我怎么才能确定，在你父亲眼里，我是那只良禽呢，还是肥鹅呀？你什么意思？徐少帅，我是怕呀。你说我要是凭借一意孤勇占领了这上海，那这在同意了约法三章之后，这兵权和财权全部交上去，那我这督军门生和这上海的司令，我才能做几天？你信不过我副帅？徐少帅，这话不对啊！你们非得逼着我把兵权交上去，
不也是信不过我吗？你这样以下犯上，我副帅肯承认，还保举你出任上海司令，已经是宽宏大量。你想坐稳这个位子，交权是你唯一的出路。这么说，我没得选，你只是过来通知我的，并不是跟我商量的，对吗？这事没得商。你若交权，我们让你当这个司令；你若不交，这个司令能当几天，就全看你个人造化。等革命军退了，我督军府大军回师，到时候要你交的，就不是权，而是命。看来我真没得选。谭少帅，你带兵进上海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捅了一个大娄子了吧？你我各退一步，是解决这个问题最体面的方法。你也不想，上海这10里洋场变战场吧？徐少帅，我这个人呢，不贪财，不弄权。这兵权、财权全部都交上去，我都没有问题。只不过我谭家军的兄弟们跟了我10年了，不给他们找条活路，我不可能撒手不管的。这个简单，我可以把你谭家的兵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，只要他们愿意脱军装、缴枪、卸甲归田，我保证，督军府绝不会为难他们。好，我同意了约法3章之后。那你又怎么保证，你的父亲不会出尔反尔对我下手呢？那我要怎么，你才能信呢？这样，你的父亲在举荐我的同时，也举荐你，出任上海防守司令部的督办，常驻上海，配合我处理上海的防务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谭少帅，你是要我当你的人质吗？哎呀，许少帅，我拿你当兄弟。再说了，这上海鱼龙混杂，门道这么多，在咱们司令部，我不得找一个体面的人充充门面，不是吗？我若答应，你便与我约法3章，自然一一照办。好，这个督办我当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，他又加了个条件，让光耀留在上海做他的督办。哦，并且要求我和裴督军联合通电。裴督军，你意下如何呀？那就得看木工的诚意了。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很快你就可以回家了。你们都谈了什么？这个你不必管。总之，事情解决了。谢谢你啊，为了我这么一个小人物，还冒险去谈判。谁说你是小人物了？大家都很担心你，不然的话，姓谭的又不是傻子，他怎么能同意你代替我来做人质呢？那是因为他不知道，本来和你跳开场舞的应该是婉婷。我坦白和你说吧，我本无意与婉婷联姻，但时局动荡，长辈们有意，我也不好违背意思。本以为已经板上钉钉的事，
却不想你的出现打破了局面。也许，这就是天意。我和副帅打过电话了，等通电出来，我就带你回家。你怎么能答应呢？这约法三章就像3道紧箍咒，财权兵权上交，你谭家军解散，你就成了光杆司令了。这徐伯钧要是秋后算账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呀！哎，老吴，你放心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先哄着徐光耀，让他老爹发了通电，先让我坐上这上海的司令位置再说。咱们现在没权没钱，这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不成？哎，这通电怎么还不来呀？哪有那么着急呀？现在来不来通电就跟我们没关系了，关键要看穆老板肯为他这个女儿出多大价钱了。穆公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好歹也退让一步吧。毕竟你的姑娘现在还在虎穴狼窝之中，你就不心疼吗？督军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变故啊？不会，我和副帅说得很清楚，现在也许正在拟电文呢。你不要怕，他不放你走，我也绝不离开。只是没有想到10年没有回来，上海竟然乱成这个样子。都是我们军人的错。你可千万别自责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都是穿军装的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跟我说过，军人的枪不是用来杀人的，而是用来救人的。战场上的流血牺牲，正是为了以战止战，打出一个和平来，给百姓好日子过。没想到这些话你都还记得。小时候不明白，没想到长大以后已经在日本了。怎么小时候我明白，长大却不懂了？不说这个了，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这些年我想给你写信，但却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寄。你不会是还惦记着我摔烂你的飞机模型吧？我现在可没有钱赔你。那才不是你摔烂的，是你哥，他当时不行。对不起，文琪，不该提这个。没事啊，我哥那么爱热闹，多一个人记得他，他会很开心的。夜深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我在门口守着，有事你随时叫我。我哥要是还活着，也和你一样年纪了。少帅，少帅，是不是通电来了？哦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各省督军啊接到了徐伯钧和裴勋的联合通电，任命你为上海城防司令。这些贺电啊都是早上收到的。哦，对了，陆军总部的委任状。看来穆老板是下了血本了。这门生2字有点碍眼呢。
没事，睡迷糊了。还好吗？二位睡得如何呀？看谭少帅精神焕发的样子，想必是得到满意的结果了吧？当然满意。我一个山沟子里出来的马匪，莫名其妙的成了世家门生，我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呀？谭少帅，哦不，现在应该称谭司令了。到底有些意难平啊。要说不满意的吧，还是有的。这令尊啊，实在太磨叽了，今天早上才发通牒，我这一晚上都没有怎么睡好啊，哪比得上少帅您呢？这温香软玉，一夜春宵啊！你胡说什么？谭司令，你我以后还要在司令部共事，彼此还是放尊重一点吧。尊重，当然尊重。但是，这好吃好喝，还有美人入怀，我羡慕得不得了。我昨日在门口休息，并未和婉清共处一室，不信，你可以向你的士兵求证。哦，徐少帅。人在门口，心里痒痒吧？谭玄龄，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徐少帅啊，开不起玩笑。那咱们走吧，我亲自送你们出去，给足你们面子。笑你？要你给我们什么面子？哎，面子嘛，谁会嫌多呀？徐督军，感谢徐督军对我的信任与支持，我一定恪守军人天职，履行保境安民的职责，守护上海一方平安。老爷，你看这块料子怎么样？适不适合做礼服？怎么样？啊，还不错。那就它。呀，满清回来啦！崔姨，哎，快点过来！你看远航新送的料子，挑，有没有合适你的？来，坐。哎，对了呀，好像你刚才去找谭司令啦，没有什么事情吧？没事，我只是拿错了谭司令的箱子，给他送回去。哦，那就好。这早上他送你和关耀哥哥回来的时候，怎么不把箱子一起拿走啊？非要你单独去送一趟。这样想来，姐姐和谭司令还真有缘呢。一起坐船回上海，还互相拿错箱子。这舞会的时候，他还帮你去做人质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姐姐和谭司令串通好了呢。这孩子，婉婷妹妹，要是当时你站出来和大家承认你和关耀哥哥的关系，那谭司令带走的人就是你了。姐姐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能这样讲话？婉婷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口无遮拦，衣料不给你做了，给婉清做。哼，婉清啊，哼，农可可。婉清啊，婉婷有口无心，她说话别往心里去。和你崔姨还有婉婷，你们选块布料，每人做件衣服。谢谢爸。真好看。
律师，哎，来了。小叔叔啊，小叔叔啊，小叔叔啊，你这新官上任不是很忙的吗？怎么有空来看我？那大明星不来看我，只能我来看你了。哪有？你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新任上海王，我怕去找你不合适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是你小叔叔，我看谁敢说三道四。是吗？嗯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不避嫌了。哎呀，我都拍了1天1夜了，导演还不让我休息，我快累死了。行，这事儿简单。快，把东西拿过来。各位，好，今天呢，大家都辛苦了，但是顾小姐中午有约，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啊。啊，好。谢谢导演。啊，没事。走吧。对啊。我带你看看我新装修的办公室。嗯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哇，小叔叔，你这办公室可真气派。嗯。哎，你带我来这儿，真不怕被人看见啊？我们家双儿长得这么好看，我为什么要怕被别人看见？哼，没想到我一个演戏的，以后也有上海司令撑腰了。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全上海滩都得给你面子。面子我自己挣，不用借你的威风。真没想到啊！当年在战场上我捡回来的小丫头，现在变成大明星了。当年你也才15岁，没比我大多少。那怎么了？那也是大。你不还得管我叫小叔叔？去。关耀兄。哎，徐督办，留步。双儿，你呢？去隔壁的卧室等我一下。卧室？去吧。哦。徐督办，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徐督办，徐督军已经上火车了吧？这徐督军还在生我的气吗？谭司令敬请放心，只要你信守承诺，副帅一定不计前嫌。太好了，承蒙督军的厚爱。我谭全林呢，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在上海的衣食住行我全包了，只要你开口，我砸锅卖铁都帮你办到。谭司令，我觉得这些并不要紧，主要是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，不就是你那老宅子翻修的问题吗？我在上海给你找了最好的工匠，来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我还在你的办公室给你造了一个卧室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这个办公室绝对是别具一格的。谭司令，我是觉得，哎呀，你听我说，我还在里面藏了个小秘密。走，快！这里就是了，你看看啊，这里呢就是你的办公室，这些是香港买的，都是上等货。这个是卧室，这里面还有一张大床，这床板都是上好的紫檀木啊。我还特意给你买了一个美国的床垫，名字叫什么呢？叫什么？哦，席梦思。来，你来感受一下。特别舒服，啊，够宽，够软，哎，不管几个姑娘都能睡得下。谭司令，这里是办公的地方。哎呀，你说我这脑子，没错，必须要谨慎。所以啊，我在办公室和卧室之间做了一个暗门，平时你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。隔音特别好。我来上海，是来协助你办理上海房屋的，不是金屋藏娇的。徐督办，你是不懂风情啊，你总得生活吧，不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咱们说好了约法3章，那就得赶紧执行下去。
用兵用钱流程规则我来定，至于谭家军的解散安置，恐怕还得谭司令你自己处理。生活上我没那么讲究，给我一张行军床就行。行军床？哦，好，行军床好啊。徐督办，很懂情趣啊，我马上办啊。谭四、双二，走了走了，给徐督办买床去。司令，买东西这种事儿，你吩咐我一声就行了，干嘛还亲力亲为啊？你不懂，我是不想跟徐光耀面对面的待着。这是为何？这徐光耀来找我，无非就是想谈谭家军解散安置的问题。我先躲他几天吧。切，反正你老人家都打算阳奉阴违了，你就答应他呗。躲什么呀？我答应的太快，徐伯君会起疑心的。我先躲他几天，然后再让他对我施压，我再妥协。这会让他觉得我是迫于压力才妥协的，这样他就不会起疑心了。哎，但是你这躲得过初一，你也躲不过15啊。15到了，事儿就办完了。小叔叔，这张床不错。行，就他吧。好。哎呀，这早上他送你和光耀哥哥回来的时候，怎么不把箱子一起拿走啊？非要你单独去送与他。婉清啊，找爸爸有事。爸爸，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应该跟您说实话。好，说吧。这谭司令的箱子，确实是他故意让我去送的。谭司令回来了吗？干嘛呢？快点啊！你们这磨磨蹭蹭的。快点啊！走快点，走快点！来，看着点啊，正好墙角。这是给徐督办准备的行军床。徐督办，动作麻利点儿，都快点儿！谭司令如此关照，光耀真是受宠若惊啊！哎，那是当然了，你是督军府的贵人。跟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粗人可不太一样。再说了，徐督军有恩于我，你的一切要求，我都会答应。谭司令，我对你没有什么要求，我只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把你的士兵安置的事处理好。哎，当然了，走，咱们进去说啊。谭四，把床摆好啊，摆那个位置。好的。谭四，把那个床再擦一下啊。谭司令。我们可以说正事了吗？啊，当然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徐督办，司令，工部局总统费安顿打电话来，请您前往英租界议去。你没看见我在跟徐督办谈事吗？有没有规矩啊？滚！是。徐少帅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太不懂规矩了，让您见笑了。哎呀，这破事也太多了。再说这英国人，我们也不好得罪。哎，要不这样？我去点个卯，最多1个钟头，我保证回来跟您谈士兵安置的事儿，啊，等我啊。谭四，走了，快！少帅，我看他这是故意在躲着你。没事，他躲得过初一，躲不了15。
原来是这样。他让你单独把箱子送去，是想让你封口，不要把他杀人的事情说出去。要是因为我连累了穆家，我的罪过实在是太重了。想必不是什么重要人物，不然的话，整个上海滩早有消息了。听您这么说，我就放心多了。这几天我心里一直沉甸甸的，生怕自己给穆家惹来什么麻烦。傻孩子，以后有什么需要爸爸帮忙的事，就跟爸爸说，好吗？那我有一件事情想找爸爸商量一下。好，说吧。妈妈的骨灰就要下葬了，但是前几年和妈妈在日本过得不太好，也没有什么积蓄，所以我想请爸爸帮帮忙。葬礼的费用让连峰从账上支出就行了。多谢爸爸和崔姨的照顾，只是以后这大大小小的开支也不能一直找崔姨拿。妈妈之前不是有一些陪嫁吗？我想拿来做生意。作为穆家的长女，虽然不能替爸爸分担，但我可以自食其力呀。有志气，不愧是爸爸的好闺女。你妈妈生前一些陪嫁都是连凤在替你保管，现在是该还给你的时候了。谢谢爸爸。